歡迎返到嚟大龍鳳影畫頻道。近呢1-2年，好多人衝出咗香港，離開咗我哋，帶起咗新一波移民潮。其實回歸之前，香港都曾經有移民潮，嗰陣更加有導演製作咗電影去講述呢個流散現象。而當中最有名嘅就係張婉婷嘅移民三部曲啦。呢3部電影用咗唔同嘅角度去詮釋漂泊。而第一部非法移民以寫實手法講偷渡青年追尋身份嘅故事，係以漂泊嘅現實層面為主嘅。第二部《秋天的童話》則以大時代嘅漂泊對照小資產階級嘅漂泊，嚟講述喺異鄉適應同成長嘅故事。仲有一部《八兩金》同之前兩部有少少唔同，呢部係講人漂泊多年以後嗰份無言無奈嘅鄉愁之情，所以係講漂泊返鄉後嘅故事，而唔再喺外國取景啦。呢3部曲的確幾受歡迎，亦有好多學者嘗試去分析背後嘅含義。不過呢3部曲背後嘅小故事，你又知幾多呢？今日一於嚟講下你未必知道嘅9個幕後小故事啦。第一個，其實非法移民係一套學生作品嚟嘅。呢部係張婉婷喺美國紐約大學讀電影嘅畢業作品。佢喺美國留學嗰陣，曾經一段時間喺租碟鋪做兼職。電影呢就係取材於呢位朋友同埋啲張婉婷喺美國曼哈頓華埠見過嘅真實事例啦。第二個，其實非法移民同張婉婷好大關係嘅。張婉婷曾經喺紐約大學短暫咁修讀咗1個學期，並喺呢個時候認識咗張婉婷。之後張婉婷仲介紹咗邵氏兄弟董事方日華俾張婉婷認識。咁啱方日華表示可以出資俾華人學生拍攝電影，於是羅啟銳、張婉婷完成咗非法移民嘅劇本之後，張婉婷就返咗香港同方日華接洽，令呢套戲可以有資金可以順利開拍。所以冇張婉婷嘅話，可能就冇呢部電影㗎啦。第三個，非法移民嘅製作團隊大多都係素人嚟嘅。好多人例如後生嘅觀眾可能好好奇點解啲演員我哋全部都唔識，甚至係冇見過嘅。咁做係基於經費不足嘅原因。電影工作人員例如男主角荊永卓，大多都係張婉婷同羅啟銳喺紐約大學讀嘅時候嘅同學，所以都係素人嚟嘅。甚至乎女主角吳福星都係由張婉婷親自配音。呢度呢，其實都呼應翻第一點，非法移民真係一套真嘅學生作品嚟嘅。第四個，終於講到喺2005年被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100部之一嘅《秋天的童話》。原來呢部經典當年差啲爛產，由於1980年代香港電影業主要拍攝動作片同喜劇片，因此導演喺揾資金上面遇到好大嘅阻滯。唔少嘅電影投資商一見到童話2隻字就卻步。好彩最後岑建勳肯願意投資開拍，我哋而家先有呢部好電影可以睇。第5個，秋天的童話嘅拍攝現場由香港黑社會人士全程監督。當時周潤發為咗拍秋天的童話而向有江湖背景嘅另一片商要求2個月時間，之後先返香港拍佢哋套戲。所以當時片場一直有香港嘅黑社會人士監督，以確保2個月之內拍得晒美國嘅外景，俾周潤發如期可以返到香港拍佢哋套戲。咁可能好多人都有諗過，點解呢3部電影可以做成一個系列呢？究竟電影之間有咩關係呢？答案就喺我哋第6個小故事啦。非法移民嘅主角荊永卓同吳福星亦都有喺《秋天的童話》客串，分別適應周潤發嘅唐人街老友同埋陳百強嘅新女友。不過喺呢2部之後呢，呢2位素人呢就冇再喺演藝圈活躍過啦。最後3個故事呢，就係關於八兩金嘅。第7個，雖然佢係一部講述移民嘅電影啦，但係佢就喺中國內地拍嘅。由於八兩金敘述移民回鄉嘅情節，而製作團隊做 research 嗰陣就發現，早年由中國去美國淘金嘅華人裏邊，好多都係由廣東省坐船出發嘅，因而選擇咗喺潮州同埋開平拍攝呢部電影。第8個，雖然呢部電影係同中國大陸合作，但係佢冇經過當局嚴格審查嘅。八兩金係同珠江電影製作合作拍攝，但係拍攝地政府好配合電影嘅拍攝工作，甚至乎冇過問過電影中包含違反一孩政策嘅敏感內容。嚟到最後一個幕後故事啦。咁呢，原來當年拍下好多工作人員退出咗。電影喺1989年4月開始拍攝，原定只係拍10幾日，但因中途爆發6四事件，結果淨係拍咗9日就煞科。部分嘅電影工作人員喺返咗香港之後，就因為唔再願意去中國拍攝而選擇退出。最後製作團隊選擇喺同年嘅9月，將電影餘下嘅戲份喺廣州補拍。以上就係9個關於移民3部曲嘅小故事。無論你決定喺呢個大時代走定唔走，相信呢3部電影都可以對你有所啟發。希望呢幾年嘅香港電影人都可以用電影嘅方式呈現翻而家發生嘅事情。鍾意呢條片嘅就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like 我哋 video，仲有留言同埋 share 出去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